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真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红色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超级重磅的主题 ，202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你可能会想，化学奖，听起来好像有点硬，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但相信我，今年的奖项跟你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它根本就是一个颁给 AI 的生物学奖。这背后代表的是一场由演算法所引爆的生物学大革命，它正在彻底改变我们理解生命，甚至是创造生命的方式。这一切都要从一个困扰了全世界顶尖科学家整整50年的巨大挑战开始说起。没听错，是半个世纪。这是一个被称为生物学圣杯等级的超级难题，它的地位大概就跟物理学家在寻找宇宙的起源，哲学家在探讨意识的本质一样，是那个领域最根本、最核心的大哉问。无数的聪明脑袋投入了毕生的心力，却始终没办法完全破解。那这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惊天动地的问题，重要到可以拿下诺贝尔奖呢？这就要先从我们身体里面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那个小东西开始谈起。这个分子就是蛋白质。诺贝尔奖委员会用了一个很酷的比喻，说蛋白质是生命的奈米机器。这个形容真的太贴切了。你想想看，我们身体里几乎所有的事情，从你心脏的跳动、消化你中午吃的便当，到你大脑神经元发射讯号让你想事情，你的免疫系统去对抗感冒病毒，全部都是由这些微小的蛋白质机器在执行。那这些机器的神奇之处在哪儿？在于它们的原料其实很简单，一条由氨基酸串起来的一维长链，你可以想象成一条长长的不同颜色的珠子串成的项链，这就是蛋白质的初始状态。但重点来了，这条项链它不会乖乖的待在那儿，它会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自发性的折叠盘绕成一个极其复杂、独一无二的 3D 立体结构，而这个最终的 3D 形状就决定了这个蛋白质的功能。人体内有几万种不同的蛋白质，每一种都有它独特的形状和任务。形状对了，它可能就是一把能剪开病毒 DNA 的剪刀，但如果形状错了，它可能就只是一坨没有用的废物，甚至会聚集起来，引发像阿兹海默症或帕金森氏症这样的疾病。所以真正的百年大谜题就是，这条一维的氨基酸序列到底是怎么知道要折叠成哪个唯一正确的 3D 形状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挑战的历史，你就会知道它有多漫长。早在1960年代，一位叫 Cyrus Leventhal 的科学家就用数学算出来这个问题的难度有多么变态，我们等一下会再细讲。然后到了1972年，关键人物 Christian Amundsen 的重大发现让他拿下了诺贝尔奖。他证明了蛋白质最终的 3D 结构之性，其实全部都写在那条一维的氨基酸序列里面了。哇，这下好了，这等于是向全世界的科学家宣告，答案就在考卷上，你们去把它找出来吧。这就开启了长达50年的全球解谜竞赛。然而，这张考卷实在是太难了，难度超乎所有人的想象。科学家们试了各种物理化学方法，像是 X 光晶体学，每解一个蛋白质结构，平均都要花好几年跟上百万美金，进展真的非常非常缓慢。直到2020年，一个核弹级的发展出现了。Google 旗下的 AI 公司 DeepMind 用一个叫做 AlphaFold 2的系统，基本上可以说是解决了这个结构预测的问题。所以今年的诺贝尔奖就是为了表彰这些不仅成功读懂了生命密码，甚至还能编写全新生命密码的科学家们。好，所以今天我们内容的路线图大概是这样。首先，我们会再深入聊聊生命的积木，接着来看这个挑战的一体两面，这是理解这次诺奖的关键。再来是诺贝尔奖的第一个重点，设计全新的蛋白质。第四，我们会看奖项的另一半，预测生命的蓝图。最后，我们来展望一下，这一切将如何开启一个全新的数位生物学时代。好，我们首先进入第一部分，生命之木。我们再次强调这个核心概念，从一条简单的像意大利面一样的线性序列，到一个功能超级复杂的 3D 机器，这中间的转换就是生命最底层的奥秘之一。这真的就像你把一条绳子随便往空中一丢，结果它掉到地上时，自动变成一只功能完整的瑞士刀一样，这怎么可能？但这就是蛋白质每天每秒在我们体内做的事。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介绍词完美地总结了这个谜题的核心。最奇妙的事情是，
这个 3D 结构不知怎么地的就被编码在那条由氨基酸组成的链状序列之中。大家注意这个词，不知怎么地 somehow 这个词就代表了科学家们追逐了整整50年的目标。而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就是把这个不知怎么地变成了就是这么地 This is how 的那些人。这自然地引出了我们下一个重点，这个挑战其实有2个面向。OK， 重点来了哦！这次的诺贝尔奖其实是颁给了解2个看似不同，但其实是一体两面的问题的科学家。你可以把他们想象成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都是关于如何理解和操控蛋白质这一门生命的语言。这张投影片超级重要，它清楚地解释了这2大挑战。第一个叫做预测问题，它的方向是从序列到结构，你可以想成是正向工程，意思就是我给你一段由氨基酸序列组成的密码，你能不能预测出它最终会折叠成什么样的 3D 立体结构？这就像给你一本 IKEA 的说明书，但你不能动手组装哦，你只能看着说明书就直接画出最终那个衣柜的精准 3D 模型。这是在阅读生命的语言。那第2个呢，叫做设计问题，它的方向正好相反，是从功能到序列，也就是反向工程。意思就是我先告诉你我想要一个什么功能的蛋白质，比如说我想要一个可以粘在新冠病毒上面让它无法感染细胞的蛋白质，请你从0开始帮我设计出一条全新的氨基酸序列，而这条序列要能100%精准地折叠成我想要的那个形状。这就像我告诉你我要一把会飞的椅子，然后你必须从无到有写出一本全新的 IKEA 说明书，这是在编写生命的语言。今年的诺贝尔奖就是同时表彰了在这2个领域做出革命性突破的科学家。好，我们先来看编写这一边，这部分的桂冠得主是华盛顿大学的 David Baker 教授，他的研究回答了一个非常大胆的问题：我们能不能不只是去研究大自然花了几十亿年演化出来的蛋白质，而是直接从0开始，当上帝创造出自然界从来没见过，但却能解决我们现代人类问题的全新蛋白质？贝克教授的团队开发了一套叫做 De Novo Design， 也就是从头设计的方法。这个流程完全是反向工程，跟大自然演化的方式是反过来的。第一步，他们不是从一个既有的蛋白质开始，而是先从一个真实世界的问题开始。比方说，我们怎么分解海洋里的塑胶为例。第2步，他们就像是建筑师一样，用电脑软体去设计一个理想的蛋白质 3D 结构。这个结构可能会有个口袋，刚好能抓住塑胶分子，并把它切断。第3步也是最难、最关键的一步，反向计算。他们要找出究竟是哪一条独一无二的氨基酸序列，才能100%精准地折叠成刚刚设计的那个形状。这需要极其强大的计算能力跟物理学知识。最后第4步，一旦有了序列，他们就能在实验室里合成一段人造的 DNA， 把这段 DNA 植入像是大肠杆菌这样的细胞里，把细胞变成一个微型工厂，来帮他们大量生产这个自然界从未见过的全新蛋白质。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蛋白质创造，太酷了。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因为这不是科幻小说，而是已经在发生的事。Baker 的设计蛋白质技术已经有了非常惊人的应用。传统药物通常是小分子，像是在一个复杂的机器里乱丢小扳手，希望能卡对地方，但常常会误伤无辜，产生副作用。但设计蛋白质就像是为特定的锁打造一把客制化的钥匙，能非常精准的作用在目标上。举例来说，蛇毒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严重问题。传统的抗毒血清是怎么做的？把蛇毒打到马身上，再抽马的血来做，所以非常昂贵，而且需要冷藏。贝克团队设计出更稳定、制造成本更低的抗毒蛋白，在动物实验中能完全保护小鼠免于蛇毒的攻击。在癌症治疗方面，他们设计出一种蛋白质，能像一个 GPS 一样，一手抓住我们自身的免疫细胞，另一手抓住癌细胞，强迫他们2个认识，然后按下免疫细胞的攻击按钮。对于阿兹海默症，他们设计的蛋白质可以像保镖一样，抓住那些会形成有害斑块的异常蛋白质，阻止它们聚集。这些应用真的为很多棘手的疾病带来了全新的希望，因为它们开启了传统化学药物无法达到的精准治疗。在科技领域，应用也同样令人兴奋。他们设计出可以嵌入细晶片的蛋白质奈米孔洞，未来可能可以打造出分子鼻子，让你的手机就能检测空气中的病毒、过敏源或污染物。更厉害的是，他
他们设计的一种能自我组装的奈米颗粒疫苗，在新冠疫情期间被开发成一款叫做 SkyCovion 的 COVID-19 疫苗，而且已经在一些国家获准使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代表着人类从零开始设计的蛋白质已经正式成为拯救生命的药物。这证明了我们已经从理解自然迈向了创造自然。好，我们刚刚谈完了写生命密码，现在我们来看硬币的另一半，读生命密码，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预测问题。这部分的奖项颁给了 Google DeepMind 的2位核心人物 Demis Hassabis 和 John Jumper， 他们开发的 AI 系统彻底改变了这个领域的游戏规则。在揭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之前，我们先来玩个猜谜游戏。大家觉得一个典型的蛋白质，它在折叠成最终形状之前，理论上有多少种可能的折叠方式？几百种、几千种，还是几万种？给你3秒钟想一下。答案是10的300次方。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给大家一个参考点。我们整个可观测宇宙中，所有原子的总数大概是10的80次方。所以10的300次方是一个比宇宙中所有原子加起来还要多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总之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中的天文数字。这就是所谓的 Leavenworth 悖论。这也完美解释了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难。你根本不可能用暴力法让超级电脑去一个一个尝试所有可能性。就算你有一台跟宇宙一样大的电脑，从宇宙大爆炸那一刻开始算到现在，也绝对算不完。这就是过去50年所有顶尖科学家们一直撞上的那堵看似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墙。那么 DeepMind 是怎么翻越这堵高墙的呢？关键就在 AI。DeepMind 的执行长 Demis Hassabis 本身就是个天才，他从前是西洋棋神童，后来成为顶尖的 AI 科学家。他的团队之前开发出大名鼎鼎的 AlphaGo， 就是那个打败世界围棋冠军李世龙的 AI。表面上看，围棋跟蛋白质八竿子打不着，对吧？但 Hassabis 和他的团队意识到，这2个问题的底层数学本质是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是在一个天文数字般的可能性空间中寻找最佳解的搜索问题。他们可以把从 AlphaGo 学到的，像是强化学习，还有类似后来 Transformer 模型里用到的注意力机制 Attention Mechanism 这些技术，应用到蛋白质折叠这个更重大的真实世界问题上。这是一个横跨领域的天才般的洞见。这张图表非常直观地显示了他们的成果有多么惊人。大家可以看到图上这个叫 CASP 的比赛，它就像是蛋白质结构预测界的奥运会。在 AlphaFold 出现之前，你看左边这根 bar，10几年来预测的准确率分数 GDT 大概都在40分左右徘徊，进展非常缓慢。到了2018年，第一代的 AlphaFold 参赛直接冲到60分，已经是前所未见的成绩，当时就震惊了全场。但真正的高潮在2020年，大家看最右边这根 bar， 第2代的 AlphaFold 2直接冲破天花板，拿下了接近90分的平均成绩。90分是什么概念？这代表它的预测精准度已经达到了原子等级，跟花费数年数百万美金在实验室里测出来的结果几乎没有差别。当这个结果公布时，整个生物学界都沸腾了。CSP 的主办单位甚至直接宣布，这个问题基本上被解决了。这个突破的影响有多大呢？我们可以这样比喻，在 AlphaFold 出现之前，科学家要了解一个蛋白质的结构，就像是中古世纪的探险家要手绘一张世界地图，既耗时又耗力。人类花了几十年时间，才辛辛苦苦地解析出大约17万个蛋白质的结构。而在 AlphaFold 2成功之后， DeepMind 团队直接用他们的 AI 把当时已知的几乎所有物种的蛋白质超过2亿个的结构全部预测出来，并且建立了一个公开的资料库，免费提供给全世界的科学家使用。这就像是一夜之间，我们直接拥有了整个生物世界的 Google Maps， 而且精准到每一条小巷子。过去一个博士生可能要花4年才能解出一个蛋白质结构，现在只要几秒钟就能上网查到，这完全改变了生物学研究的游戏规则。我们继续看下去，当预测和设计这2大神器都凑齐了之后，会带我们去哪里？这就开启了一个我们称之为数位生物学的全新时代。这张表格清楚地总结了这个典范转移。在结构发现方面，我们从过去需要数年的实验室苦工，
变成现在只要几秒钟的电脑运算。在创造新蛋白质方面，我们从过去只能像修车师傅一样小幅度地修改自然界既有的蛋白质，到现在可以像发明家一样，为了要解决特定任务，从零开始设计全新的蛋白质。这不只是效率的提升，这代表未来生物学家的工作模式会被彻底改变。他们将花更少的时间在重复性的实验室工作上，而花更多的时间在提出好的问题和设计创新的解决方案上。科学研究的瓶颈，慢慢地从执行转移到了创意。所以最关键的 takeaway 就是这个 AI 让我们从只能阅读生命的既有篇章，进化到可以编写全新的续集。AI 不再只是一个辅助科学家计算的工具而已，它已经成为驱动科学发现的核心引擎。Demis Hassabis 称之为用数位速度做科学 ，Science at Digital Speed。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预期，未来在药物开发、新材料、环境保护这些领域的发现速度，将会出现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指数级成长。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既然 AI 已经破解了生命最底层的语言，也就是蛋白质的语言，那么它下一个将要征服的科学领域会是什么？是材料科学，帮我们从原子层级设计出全新的超导体或更高效的电池？还是气候变迁，帮我们模拟出解决全球暖化的最佳路径？又或者是直接颠覆新药研发的整个流程，让个人化的癌症药物在几年内变成常态？我们可能正处在一个堪比文艺复兴或工业革命的科学大发现时代的开端，而 AI 就是那把开启所有大门的万能钥匙。好，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那个困扰科学界长达50年关于蛋白质怎么择别的终极难题，终于被 AI 破解了。第二，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非常特别，它同时表彰了这个领域的一体两面。一边是 DeepMind 的 AlphaFold， 用 AI 来预测蛋白质结构，也就是读懂生命密码；另一边是 David Baker 的团队，用 AI 来设计全新蛋白质，也就是编写生命密码。第三，这两项突破结合起来，正式开启了数位生物学的时代，将会用惊人的速度来推动医学、科技和环境永续的进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